大家好，11月18日的消息，10月份中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到24岁，失业率为 17.1%。2025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222万人。网友们表示，他们说要苦一段时间，没想到是苦一辈子。100个馒头，99个人抢一个馒头，剩下一个人吃99个馒头。习近平是过于拖大，认不清形势啊！沙利文已经当场把细包子怼回去了，说拜登不是习近平向川普传话的工具。再说了，就川普这种性格，拜登传话，川普会听吗？我看了一段英文的推特分析说，川普已经决定跳过谈判这一步，直接加税 60%。500亿美元的贸易战被习近平打成了3000亿美元，也是本事啊！川普的竞选承诺 80%-90% 都会兑现，除了少数吹过头的竞选语言。对中国加税 60% 是川普的一条重要承诺，那川普100%会兑现的。爱国教授李毅破口大骂习包子是混账王八蛋，放屁胡说八道，我看得笑出眼泪了。现在有一个很混账王八蛋的说法，中美贸易战，中美对抗两败俱伤，你听过这话吧？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放屁嘛！你跟我打贸易战，你美国试一试，对抗了以后，中国他妈赢大了，美国垮台了，只能是两败俱伤。两败俱伤，胡说八道嘛！已经批判了好多年了。李毅给习近平的4个评价，这下子4个自信了。2024年11月17日，南京马拉松，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广身穿包公戏服，手举状纸喊冤，随即被安保制止带走。旁边的韭菜呢，无动于衷。别人喊冤，无动于衷。遇到宪忠，我很无辜。没有人愿意承担反共的责任，不愿意为自由民主做出努力。被宪忠了，喊无辜。喊无辜能够减少宪忠吗？我不是说宪忠就是应该的，被宪忠就是活该。但是中国这个社会变成现在这个屌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公民，他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吧？当然责任最大的是共产党啊，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是独裁国家呀？我觉得某个国家的人真的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继续给大家讲一下上海市委常委吴伟会不会担任上海市长啊？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啊，应该赶紧回家洗澡，收拾衣服，准备搬去秦城去住就行了。习近平住不住秦城我不知道啊，陈吉宁大概率是要住秦城啊。我把上海市委常委吴伟和工信部副部长熊继军的背景给大家再说透彻，大家就能看得更清楚啊。吴伟提拔的熊继军担任中北大学校长，吴伟的大秘张文栋呢，当年也是中北大学的校长，提拔的熊继军担任系主任啊。当时中北大学的党委书记施谦呢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啊。结果今天发现啊，这个施谦有胡锦涛的背景，准确的说是有邓小平的背景。就看样子我打开了邓小平的全家桶啊。那吴伟有温家宝的背景，那吴伟提拔的熊继军有邓小平、胡锦涛的背景，也就是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真的是一家人啊。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还是李耀光。李耀光刚刚从江苏省公安厅的厅长提拔成江苏省政法委书记。李耀光和工信部副部长熊继军有相同的背景啊，习近平就已经彻底下台了，别再惦记了，一点戏都没有啊。3中全会之后呢，提拔的67个正部级、副部级官员，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人。我统计到67个，实际上应该有80个了吧。就是说我说的
替换掉200个正部级、副部级的官员的进度已经进行到了40%。那军队那边呢也没闲着，都没闲着，就是军队和地方两头都在换人啊，怎么着也得有3个月到5个月的过程。就是胡耀邦模式啊，胡耀邦从1987年1月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一直到1987年11月彻底下台，有10个多月的过渡期。三中全会呢是2024年7月，到现在刚刚过去了4个月。我说进度到40%，这不还有半年吗？半年之后呢，4中全会习近平100%下台，就是中国31个省大概有380个省委常委。三中全会之前呢，习近平大概有250个，也许只有200个，这大概是估计，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我们估计200个到250个。那现在大概换掉了50个，等到4中全会之前呢，习近平手里的人呢就剩下50个到100个，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再不下台，一个人在那里干，有意思吗？再说，这已经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事情了。三中全会，习近平就是被别人摁着召开的，4中全会也一样啊，习近平也要被人摁着召开。习近平已经做不了主了。那中共第9次代表大会被毛泽东拖了10多年，8大是1956年召开的，9大是1969年召开的。毛泽东生生拖了13年，如果9大按照5年，1961年召开，毛泽东肯定彻底下台了。毛泽东有这个本事拖着不开，那毛泽东就没有下台。那20大三中全会，习近平如果有这个本事，就拖10年不开，13年不开，那么习近平就不会下台。现在三中全会已经开了，如果习近平能做主，他肯定不会开4中全会，因为4中全会就是习近平的下台大会。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李耀光的背景，就直接打开了邓小平的全家桶，大家就会明白李耀光会不会查李克强遇刺案，就在江苏罗文进案。罗文进要行刺的是李克强，不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在那个时间段根本就没有去过江苏，李克强在那个时间段去的江苏啊。要说清楚李耀光，就要先说横小帆，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李耀光和横小帆都是一个人提拔的，就是强卫。强卫曾经担任青海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担任了长达10年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那期间提拔的李耀光和横小帆。强卫63岁的时候，在江西省委书记的任上还没有达到65岁的退休年龄，被习近平勒令退休。那同样的，景俊海63岁，没有到达正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被胡锦涛勒令退休。吉林62岁，也没有到达正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被胡锦涛赶回家去了。李克强的头号智囊黄守宏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担任正部级的第1副院长，不是被贬，而是被安排去干脏活，要把吉林提拔的官员都清洗掉。那黄守宏他不过是一个正部级官员，在总书记或者总理那里就是一个小马仔。李强当年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当市委书记还要当打手，就当上总理之后才不用干脏活啊。李强在上海的时候，把朱镕基和习近平的铁杆马仔石光辉、周波、翁祖亮、陈寅都赶出了上海。石光辉我刚分析过，石光辉在上海市静安区担任副区长的时候的上级区委书记龚德庆是姚明的老板，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党组书记李志坚也是姚明的老板，李志坚就是习仲勋提拔的。李志坚提拔的
吉林刚刚被胡锦涛赶回家去了，勒令退休，没有送秦城，已经是宽大处理了。1998年9月到2000年11月，31岁的横小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正处级）。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强卫。2000年11月到2002年3月，33岁的横小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还是强卫。2002年3月到2004年5月，35岁的横小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处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那期间呢，2002年10月到2003年4月挂职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宣传处处长。那当时北京政法委书记是强卫。2004年5月到2009年7月，37岁的横小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的政委副局级。当时的北京政法委书记还是强卫。这个横小帆他很明显是强卫提拔的，强卫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提拔的横小帆，强卫从公安局去政法委，横小帆也跟着借调政法委。可以说横小帆无疑是强卫的亲信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就是这样。从简历上看起来很明显，一下就能看出来啊。那横小帆的人事关系在公安局还要借调到政法委。2015年12月到2018年6月，48岁的横小帆任北京市公安局党组副书记正局级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是张延坤，张延坤是胡锦涛清华大学同一年的同学张福森的秘书。那后来横小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也是张延坤提拔的。横小帆后来去了内蒙古担任公安厅厅长，张延坤去了内蒙古担任政协主席啊。横小帆和张延坤在内蒙古倒是没有交集，但是众所周知啊，胡锦涛的干儿子胡春华担任过内蒙古的书记。第一代蒙古王乌兰夫是邓小平留学法国的同学。内蒙古邓小平、胡锦涛的势力比较多，但也不全部都是胡锦涛的人。比如内蒙古出身的官员陈奎元就是陈云、习近平这个派系的。陈奎元骂过温家宝，陈奎元是出身自呼伦贝尔盟，文革10年属于黑龙江吉林管辖。而东北陈云的势力比较多，陈云最早1940年代就是东北局的书记。那横小帆基本可以确认是强卫提拔的，但是李耀光的简历被删掉了，没有很具体的时间线呢。2007年5月1日之前，37岁的李耀光担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具体李耀光是什么时候担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不知道，但是具体是强卫还是王安顺任命的李耀光担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无法确定啊。吉林和强卫都担任过2次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第2次担任了3年的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那吉林第1次是担任了2年的政法委书记啊，不太可能是吉林任命的李耀光担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如果是吉林任命的，等于后来强卫这3年并没有换掉李耀光的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啊。我们已知的公开报道中，2007年5月1号，李耀光已经是北京市委政法委的办公室主任了。那当时王安顺刚刚上任2个月。2011年12月20日之前呢，41岁的李耀光担任北京市通州区委常委、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刘琦，
北京市长是郭金龙，那估计是郭金龙提拔的李耀光。2017年6月，李耀光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这时候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又是张延坤，是胡锦涛清华大学同一届的同学张福森的秘书。2011年12月21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刘宇辉通报本市区县党委换届情况。目前本市区县党委换届已经全部完成，李耀光正是在这次换届中当上了北京市通州区委常委、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那刘宇辉就是吕锡文的大秘，吕锡文当时是北京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吕锡文后来被王岐山抓了，而刘宇辉现在是中国国务院的副秘书长。陈怡琴的大秘就是那个国务委员陈怡琴啊，习近平没有让陈怡琴当政治局委员。那综合看下来呢，李耀光还是强卫提拔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非说李耀光是习近平派系的，那就是吉林提拔的。可是吉林现在已经被胡锦涛打发回家了。那吉林提拔的李耀光的话，李耀光是怎么上位的呢？这是一个矛盾。其次呢，吉林和李耀光在北京市委政法委的交集只有2年，而李耀光担任过北京市委政法委组织处副处长、干部处副处长，这2个都是主管干部调动的核心岗位。那吉林2年就提拔李耀光3次的可能性比较小啊。也就是说，李耀光在北京市委政法委担任组织处副处长、干部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都是发生在吉林担任的那2年之内呢，这可能性比较小啊。强卫毕竟前后当了2次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差不多当了10年啊，还是这个强卫和李耀光的时间线比较能对得上啊。这李耀光就是一个省委常委而已，我们基本就差不多这样弄清楚就可以了。李耀光和横小帆都是强卫提拔，那么强卫是谁提拔的呢？强卫是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和邓小平的牌友王大明提拔的。张百发可能最出名的就是当年在北京用黄色的面的带着邓小平参观北京城。张百发其实和李瑞环的关系才是最铁、最亲密的。那当然了，邓小平、李瑞环、张百发都是一家人，一个派系的。1984年11月到1987年6月，31岁的强卫担任北京化工厂党委书记。那强卫当时的上级有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他主管这个化工工作，可能是纪委主任韩伯平，化工部的副部长林荫才也管过化工啊，直接去北京管这个工程。1987年6月到1990年12月，34岁的强卫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是王大明。王大明是邓小平的牌友，就不是说共青团他就一定是团派的。强卫这个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是当时主管共青团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大明提拔的，而吉林和张孝廉这2个共青团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是当时主管共青团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提拔的。李志坚是1992年12月担任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就前面那个共青团市委副书记姚望，他就是前任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提拔的。李志坚呢是陈云和习仲勋的马仔。李志坚提拔的张孝廉被抓了，提拔的吉林被提前退休了，所以不是简单的共青团一定是团派啊，地方共青团是当地党委提拔的，不是团中央提拔的，和胡锦涛和李克强这2个共青团第一书记关系不大，就看当时的上级是谁啊。
张百发和李瑞环都是万里的马仔。1958年7月1日，邓小平接见北京、天津青年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王兆华，将青年突击队长23岁的张百发介绍给邓小平，说这个小伙子叫张百发，是个多面手。张百发回答说，我们有个口号，身为钢筋工，各行都精通，学成多面手，干活不窝工。邓小平听了鼓励道，多面手是方向，全国6亿人民都要成为多面手。1958年7月10日，北京日报称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多面手红旗。人民日报也刊登特写，多面手职业多样化的开端，介绍张百发青年突击队学习各种技术的经验。2015年万里吊唁仪式时，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在吊唁时突然跪下行大礼，哽咽地说，我是学生，我给老师送行，就要这样行大礼才对。在文革当中呢，万里曾经被批斗，陪他批斗的3个人中就有张百发。后来万里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城市建设。李瑞环、张百发被媒体称作万里得力的哼哈二将。那就是万里死的时候呢，张百发曾经给万里下跪，虽然听上去有一些抽象啊，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1958年，20多支青年突击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建设，其中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王学礼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青年突击队被戏称为青年突击队中的4小名旦。张百发和李瑞环的关系特别好啊，之前我说过温家宝要出来政改啊，李瑞环他也出来了。这李瑞环和温家宝如果没有把习近平干趴下，还有脸出来吗？温家宝和李瑞环他们2个人也不是这么没皮没臊的人啊。桥牌是4个人的游戏，邓小平打桥牌啊，必须有搭档，于是先后有了老与小2代牌搭子。老牌友是张志祥、万里和吴晗，小牌友就是丁关根、王汉斌和王大明。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成功啊，主要是美国向中国输入秩序。美国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向中国输入了一系列的贸易规则。简单的讲，如果不是为了出口美国，中国的生产检验标准给钱贿赂就能通过，那中国还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吗？其次是中国人自己的奋斗努力和共产党无关啊。第3个因素就是因为邓小平打桥牌啊，就是相对来说邓小平他干预的比较少，不是那么练权。当然是相对而言啊，很多官员都是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江泽民提拔的，不是邓小平提拔的。邓小平他天天在家打桥牌，除了丁关根、王汉斌和王大明这3个牌友啊，他也不认识别人，没法提拔官员。邓小平提拔的官员都是这3个牌友提拔的。人民日报的社长张延农和现在的广西副主席卢新宁，福建省常务副市长王永礼是丁关根提拔的。现在的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是王汉斌的老婆彭佩云提拔的。那王大明提拔的强卫提拔的江苏省政法委书记李耀光和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横小帆，工信部的副部长熊继军是中北大学的党委书记施谦提拔的。就我还莫名其妙的，中北大学哪里来这么一个大学呀？还有河北省副省长金辉也是邓小平的牌友王大明提拔的。我估计金辉也快要晋升省委常委了，等到金辉晋升了省委常委，我可以展开讲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邓小平他真的没有提拔多少官员，可能我没有把邓小平的全家桶全部打开啊，一共这就7个人，就算乘以3 21个人，就可能邓小平提拔了20个左右的官员，我只是发现了7个而已。但是不管20个30个真的不算多啊，中国的副部级以上
的官员有3000个吧，一线也得有1000个。但邓小平他提拔个20-30个，这才几个人啊？当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啊，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经济上的成功，除了美国输入秩序，中国人的努力，就是因为邓小平他不是特别的练权，他真的没有提拔多少官员啊。只有放权，中国经济才能发展。那共产党彻底下台了，中国经济才能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他看上了胡锦涛啊，就是因为邓小平想找一个相对不那么练权、贪恋权力的独裁者啊，所以天天嚷嚷着100口棺材这位啊，和习近平一起搞这个终身连任啊，天天嚷嚷着吃饱了没事干，这绝对不是邓小平能看上的人啊。好的，谢谢大家。